我养的宠物蛇到了发情期，每天都往我身上缠。安全起见，我雇了个保镖同住。结果在保镖房间里发现一本写满我名字的日记。主人今天被我缠住手臂，开心。主人的吻好甜，我还想吃点别的。主人好像认出了我的分身，会被吓坏吗？洗澡的时候，我明显感觉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，说不上来的古怪，不像是人的眼神。我心里毛毛的。确认家里没有别人之后，我随手裹了条浴巾，四处寻找目光的来源。结果在浴缸后面发现我养的宠物蛇正歪着脑袋，一双锐利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看。这条不听话的小粉蛇已经不止一次偷看我洗澡，除了洗澡，我做别的事情它也要偷看。我很生气，单手捏起小粉蛇，将它关进饲养箱里。小粉蛇似乎很不情愿，疯狂地吐着信子，发出嘶嘶的声音。粉色的蛇皮因为愤怒而染上浅红色，不过它性子十分温顺听话，并不会咬人。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脾气变得古怪。半夜我睡得迷迷糊糊，手臂被缠上冰凉的触感，我打了个寒战，醒来正好看见小粉蛇心满意足地趴在我的胳膊上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甚至看见它露出了一个得逞的眼神。这已经是它第49次越狱成功，并且缠上我的胳膊。我忍无可忍，连夜带着小粉蛇去看宠物医生。医生仔细检查了一遍之后，欲言又止。它好像到了发情期，果然同我猜的一样。哦，那我给它找条小母蛇回来。恐怕不行，按理说发情期的蛇不会跟人亲近，可它……医生摇了摇头，神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。他好像对别的母蛇没兴趣。那要怎么办？或者你委屈一下，陪它度过这段特殊时期。这简直是强人所难。我怎么陪蛇度过特殊时期？面前的男人眉头紧蹙，抬眸打量了我一眼，唇线轻启。所以这就是你来找我的原因。我将饲养箱往书桌上一放，委屈巴巴地把手伸到傅燕眼前。求你了，傅燕，你想想，一条小粉蛇半夜爬床多可怕！我连觉都不敢睡，皮肤都变差了。不信你看。傅燕眼皮都没抬，薄唇轻轻吐出2个字：娇气。见傅燕不为所动，我立刻拿出杀手锏。这条蛇是你送的，你得对它负责。傅燕是我的前未婚夫，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，两家也是知根知底。婚约是家里的长辈定的，但是傅燕嫌弃我娇气爱做，对我永远冷漠疏离，还没有我包养的男模那么鲜活。至少男模会给我摸腹肌，傅燕不会。我气不过，做天做地要悔婚，傅燕什么话都没说，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退婚那天，傅燕沉默了许久，她垂着眸子，半边脸藏匿在昏暗的光线里，让人看不清表情。有一瞬间，我以为她是因为退婚的事情失望，可很快她便自嘲地轻嗤一声：恭喜。当晚，傅燕送了我一条宠物蛇，说是庆祝我重获自由。本来我对蛇这类冷血动物十分恐惧，可这条小蛇通体粉色，温和可爱，看上去就是个软绵绵的小豆包。傅燕刚打开饲养箱，小粉蛇便亲昵地顺着我的手指往上爬，最后停在我的掌心，还用小巧的头颅蹭了蹭我的指尖。我的心都被它融化了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蛇的发情期这么麻烦。思来想去，我决定暂时搬去跟傅燕一块住。它跟蛇一样冷漠又渗人，有它震慑，小粉蛇应该会收敛一些。更何况这件事本来就是它引起的，它必须负责到底。傅燕唇角微抬，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：你现在才是它的主人。随后又垂下眸子，视线继续落在手里的文件上。傅燕真是油盐不进。饲养箱里的小粉蛇也得意地摇头晃脑，似乎对主人这个词十分满意。臭蛇、笨蛇、坏蛇，是遇到同类了吗？这么得意，看我怎么收拾这2条冷血的蛇。我双臂抱胸，玩味地轻抬眉间，手指在胳膊上有序地敲打着。其实我可以直接把它扔掉。小粉蛇的脑袋直接顿住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连吐出的信子都犹豫着，不知道该怎么收回，与刚才的神气模样大相径庭。仔细看还会发现傅燕捏着文件的手指关节因用力而接近泛白，就连声音里似乎带着微不可察的哽咽。你要遗弃它？怎么可能？我立刻否认，若有所思的垂眸打量起小粉蛇。他知道我太多秘密，万一泄露出去可怎么办？小粉蛇特别通人性，我难过时他会歪着脑袋看我，用舌头轻轻舔舐我的手背；我开心时他会在一旁摇头晃脑，比我更加开心。饲养小粉蛇的这段时间，他已经彻底俘获我的心。我对他毫不设防，心里有什么小秘密也会对他说。傅燕来了兴致，眉头微微上扬着。什么秘密？既然是秘密，当然不可能告诉别人啊。我也是别人，不然呢？傅燕自嘲地笑了一声，泛白的手指渐渐松开。也对，我是你的前未婚夫。那个称呼被傅燕咬得极重，像是要发泄心中的不满。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不满的，明明当初退婚时他也是亲口答应的。其实我跟小粉蛇说了些你的坏话，你也不想被别人听见恶评吧？我扭头看小粉蛇，饶有兴致地反问他：你说对吧，宝宝？除了说坏话，我还发表了些特别大胆的言论，甚至还做了许多亲密的举动。傅燕不知道想起什么，耳尖微微泛起红色，手里的文件都快捏变形了。见我疑惑地打量他，傅燕握拳放在唇边，轻咳了几声：你想住就住吧，我也不白住。城北那块地你不是一直想要吗？给你了。我了解傅燕，她是个工作狂，利益至上，更何况求人办事必须拿出点好处，这是基本礼貌。我不想欠傅燕人情。傅燕将手里的文件轻轻合上，靠着椅背，玩味的视线一直在我身上来回逡巡。你这是打算雇我做保镖，保护我不被小粉蛇骚扰，可不就是保镖吗？也可以这么说。傅燕似乎心情不错，修长的手指3两下打开饲养箱，小粉蛇兴奋地吐着信子朝傅燕的手上游走，在她的胳膊上绕了几圈，最后脑袋乖乖停在她的手心里，还亲昵地蹭了好几下，比跟我在一起时亲热得多。他们果然是同类，天生就熟悉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只觉得自己养了条白眼蛇。现在我可是你们俩的主人。是主人。傅燕心情大好，紧抿的薄唇微微勾着，眼里带着几许笑意，与手心里的小粉蛇四目相对。我有一瞬间的错愕，差点把傅燕和小粉蛇看成同一张脸。我要去洗澡睡觉了，你们俩好好相处，晚安。
我一定是太久没睡好，才会眼花，出现幻觉。有傅燕守着小粉蛇，今晚我一定能睡个好觉。我拉开书房的大门，突然觉得不对劲，脚步生生顿住。我睡哪间房？你不认路？这又不是富宅，我怎么会认路？小时候我爸妈常年不在家，没空管我，就把我扔在富宅生活。傅燕的家人很喜欢我，每次都舍不得让我走。除了傅燕冷冰冰的，从我进门到我走都没笑过，也不会主动跟我说话。退婚之后，傅燕另外买了别墅独居，我也没再去过富宅。说起来，这还是我第一次来傅燕家。傅燕生性孤僻，平时除了阿姨，恐怕我是唯一一个来的。不对，还有我的小粉蛇，布置没变，你能找到？哦，谢了，晚安。我退出书房，四处打量一圈，果然格局和布置都跟富宅相似。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在傅燕隔壁的房间，推开门，里面的布局和我以前住的房间一模一样。傅燕从小就偏执得可怕，对于身边熟悉的东西绝不允许一丝丝改变，所以她才不能容忍我从普通人变成她的未婚妻。洗好澡出来，我挑了一件酒红色真丝睡裙穿上，美滋滋地躺在床上。我突然想起今晚还没给小粉蛇晚安吻，换了个新环境，要是没有晚安吻，她恐怕会做噩梦。想了想，我决定去找小粉蛇。书房里的灯关了，小粉蛇不在里面，看样子傅燕已经把小粉蛇带进房间里，真是个称职的保镖。我敲了敲门，没人回应，门也没锁，还留着一条缝。推门进去，卧室里也没人，只有浴室隐隐约约传来水声，估摸着一时半会也不会有人出来。速战速决，我打开饲养箱，轻轻捧出垂头丧脑的小粉蛇。它看着我身上的睡裙，眼睛都亮了，肉眼可见的开心了起来。这可是我的小粉蛇最喜欢的睡裙。我在它的脑袋上落下一吻，晚安，宝宝。小粉蛇吐着信子，舔了舔我的嘴唇，当做回应。真是个乖宝宝。我突然有些难受，不想跟我的小粉蛇分开。乖宝宝，等你度过了发情期，我就接你回家，好吗？思思。我跟小粉蛇玩得不亦乐乎，视线突然落在旁边一本奇怪的日记本上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，字迹很眼熟，是傅燕的，我不会认错。出于好奇，我鬼使神差地打开了日记本，里面每一页密密麻麻写满了我的名字。日记的第一页是傅燕送我小粉蛇那天，我一页页翻着，越往下看越觉得心惊胆战。主人喜欢我新买的酒红色睡裙，开心。酒红色睡裙是傅燕送我的，可他分明说过那是设计师送的礼物，他用不上，随手给了我。主人包男模了，不开心，我要破坏他。那天我刚包上男模，就被爸妈抓回去批斗。我赌咒发誓，只是摸摸，绝不乱来，他们才肯罢休。最后还收走了我一大笔零花钱。现在想想，我还肉痛。主人今天被我缠住手臂，开心。这是小粉蛇第一次发狂，往我身上缠。我不知所措，又不敢拒绝得太过分，只能任由它冰凉的身体一点点绕在我的手臂上。可它似乎还觉得不够，想要再往上，被我生气地揪了下来，还安慰地吻了它一下。紧接着下面写了一句话：主人的吻好甜，我还想吃点别的。最后一句是20分钟前写的。主人好像认出了我的分身，会被吓坏吗？分身什么意思？我陷入沉思。20分钟前，我似乎不满地抱怨了一句：傅燕，小粉蛇跟你也太亲近了吧？你们真跟同类一样。这也不对呀，我只不过是开了个玩笑而已。等会，刚才在书房里，我确实有过一瞬间的错觉。可是傅燕是活生生的人，哪来的分身？这一切应该只是一个玩笑而已。我摇了摇头，按下心里的疑虑，将日记本小心翼翼地放好，然后将小粉蛇放回原处。临走时，我突然升起一股作恶的心绪。宝宝，你说傅燕跟条蛇一样，会不会也有发情期？小粉蛇歪着脑袋，眼睛里写满了大大的问号。思思，我继续问，傅燕那种冷血动物，就算发情，应该也是靠自己吧？傅燕连个花边新闻都没有，还不满意同我的婚约？有时候我真的怀疑她的取向问题。叮铃哐啷，与此同时，浴室里传来重物摔倒的声音，不知道手滑还是脚滑，听起来挺疼的。小粉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安地在饲养箱里扭动着，粉色的鳞片上泛起一道奇怪的红痕。你没事吧？我心疼地想，再次捏起小粉蛇，手指刚触到它冰凉的鳞片，它就触电般地缩了缩身子，往旁边躲。这可是它第一次拒绝我的触碰。正纳闷，浴室的门突然传来动静，傅燕直接在腰间捆了条浴巾出来，脸上的表情依旧冷漠，丝毫不意外我会出现在她房间里，只是耳尖泛着古怪的粉红色，挂着水珠的腹肌也染上一层暧昧的粉红。我尴尬地立在原地，焦急地解释，我只是来给小蛇晚安吻的，没有晚安吻，它会做噩梦的。蛇也会做噩梦。傅燕用毛巾擦着头发，挑眉瞥了我一眼，蓬勃的手臂肌肉在室内昏黄的灯光下，竟然染上一层好看的绯色，跟小粉蛇鳞片的颜色一样好看。看够了吗？傅燕从我面前走过，嘴唇似笑非笑地向上勾着，8块腹肌整齐排开，晃得我眼晕。不得不说，傅燕的身材太有料了，比那些男模还要好，线条流畅紧实，小麦色的肌肉鼓得满满的，修长结实的大腿，凸起的青筋往浴巾深处无限延伸。房间里的空气迅速升温，鼻尖弥漫着好闻的香味，像是雨后清晨的露珠。奇怪的是，我闻到这股香味就心跳加速，我一时失了神，咽了咽口水，突然想起我跟傅燕之间的交易，抬手将傅燕推坐在沙发上，然后跨坐上去。我花了钱的，想怎么看就怎么看，我花了大价钱，只是顾傅燕看着小粉蛇，未免大材小用。傅燕皱着眉，单手禁过我的腰，带着天然的压迫感，肌肤的颜色越来越粉。你把我当男模？我一时慌了神，口不择言。你才不是男模，你比男模好看多了。傅燕不高兴地抿着嘴唇，不能是别的？别的？对了，我现在是你的主人，你得听我的。主人这个词还是傅燕自己先说的，我可没欺负她。紧绷的脸色缓和了许多，薄唇往我脸庞凑了凑，故意轻轻擦过去，落在我的耳垂附近，目光落在旁边的日记本上。傅燕眸色加深，微不可察地弯着嘴角。遵命，主人。我扳过她的脸庞，轻轻啄了一口。亲亲，只是亲亲，不然呢？我挑眉看她。
傅燕的脸色迅速变红，粉粉嫩嫩的，跟颗新鲜草莓似的。握住我腰肢的手却凉得惊人，我倒抽了一口凉气，不满地扭了扭腰。傅燕，你好凉，跟蛇一样。傅燕惊慌失措地收回手，对不起，我忘了。我捉住她退回去的手，重新按在腰上。我早就习惯了，挺舒服的，再亲一下。傅燕眼里闪过一丝狠厉，她突然按住我的唇瓣。等会，我先清场。我疑惑地看看四周，什么清场？这也没人啊。如果小粉蛇也算是人的话，房间里确实还存在第三双眼睛，正直勾勾地盯着我。傅燕弯着嘴角，随手拎起沙发上的毛巾，盖在饲养箱上，将小粉蛇的抗议声彻底隔绝。嘶嘶嘶嘶嘶，我有些纳闷，他好像很生气。他吃不到，当然会生气。他饿了吗？可他跟我住的时候没有吃夜宵的习惯啊，让他饿着吧。脑袋被人扣住，霸道的吻掠夺而来。我第一次知道傅燕还有这么疯狂，甚至情绪失控的一面。冰凉的手掌隔着薄薄的布料，狠狠掐住我的腰肢。主人，这次可是你自找的。我被亲到腿软，眼神迷离，恍惚间竟然看见近在咫尺的眸子变成了树瞳。等我清醒过来时，手指已经被人咬在嘴里，疼痛在我脑袋里炸开花。傅燕，你疯了！傅燕像是突然恢复了意识，迅速将我的手指松开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想咬死我就直说。我气急败坏的伸手推他，手指头都有牙印了，双眼因为疼痛涌起热泪，变得湿漉漉的，真的很疼。我从小就怕疼，傅燕不止一次说过我娇气，然而现在她忍下眸中翻腾的疯狂，虔诚又珍重地握住我的指尖，放在唇边亲吻。主人，我会小心。亲到一半，我的手机疯狂叫嚣起来，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尤其刺耳。傅燕问我，嘴上的动作却没停，要不要接？不想接。我看也没看，直接挂断电话，捧着傅燕的俊脸，正准备亲，手机再次拼命叫嚣起来。谁呀？这是大晚上打扰本小姐的好事，蛋糕都到嘴边了。我气急败坏地拿起手机，屏幕上赫然写着江雪2个大字，亲亲闺蜜的电话，非接不可。我向傅燕递了个抱歉的眼神，按下接听键，把手机贴着耳边，另一只手有意无意地扫过傅燕的胸肌，硬邦邦的。电话那头，江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我心一紧，手下的力道没轻没重，惹来傅燕一声闷哼。江雪哭得更狠了，呜呜呜，臭女人，我都失恋了，你居然在玩男人！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听我狡辩。不听，你今晚必须来陪我，否则你的亲亲闺蜜就要把自己哭死了。没办法，自己的闺蜜自己宠。地址发来。挂断电话，傅燕抱着胳膊，脸黑得跟炭一样。你就这样走了，我这边怎么办？我这才发现浴巾下已经鼓成小包，一边是敌闺蜜，一边是宽肩窄腰大帅哥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真的很难抉择。思考了5秒钟以后，我咬牙闭眼，将脑海里的念头通通切干净。江雪，你认识我从小玩到大的闺蜜，她要是死了，我就没有闺蜜了，你忍心吗？她死不了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万一她这回真想不开呢？傅燕的脸色更黑了。主人，你真不要我？乖，等我回来再要。傅燕磨了磨后槽牙，腰间的力道差点没把我掐死。过了这村就没这店，乖乖听主人的话才是好宝宝。我捧着傅燕的俊脸亲了一口，这一刻我仿佛觉得自己是个畜生。算了，闺蜜的命要紧。我忍痛离去，走到大门时，我想了想，折返回房，化了个美美的妆，还换了条辣妹裙，才心满意足的出门。到了目的地，我推开酒吧包厢门，就看见江雪抱着2个男模，笑得合不拢嘴，身旁还坐着数十个风格各异的男模。这就是你说的失恋快死了？对于江雪的说法，我持怀疑态度。江雪从一排腹肌里抬头看我，迅速换上一副哭腔。你不知道，我暗恋多年的男神是弯的，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打击。所以你就打算用这种方式惩罚自己？帅哥千万，与其为了男人寻死觅活，不如彻底在帅哥堆里沉溺。至理名言啊！我以前还傻乎乎的只包一个男模，吃肉都透了一股小家子气。江雪神秘兮兮地凑到我身边，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。宝贝，我今晚发现了一个为你量身定做的极品。什么玩意？别装蒜，闺蜜我有一口吃的，自然也不会忘了你。可我不需要啊，真的。江雪眯着眼睛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圈，笑得意味深长。傅燕太高冷，哪懂怎么伺候你？听姐妹的，等你跟傅燕结过婚，就把她养在外面偷偷吃，没人会发现。我跟傅燕取消婚约的事情还没对外公开，傅燕说要选个合适的时机公开，否则会对2家的企业市值都有影响。因此，除了2家父母，没人知道这件事。对着你男神，你也这么说？提到男神，江雪哇的一声又哭了。呜呜，再提他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5秒钟之后，江雪抹了把眼泪，随手把一个人推我身旁，说正是，这就是我给你找的极品。别说姐妹心里没你。我定睛一看，傻眼了，这不是傅燕吗？眼前的男人跟傅燕长着同款俊脸，就连身上的香味都十分相似，唯一的区别是他看起来很乖，眼睛湿漉漉的，像只受伤小狗。但我还是忍住了，不行不行，太有罪恶感了。江雪以为我是羞耻感作祟，不敢偷吃，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。今天第一天上班，还是个厨，滚！我都调查过了，身世干净，就是无父无母，听着惨了点。不过没关系，这样破碎感十足，更惹人疼爱了。我黑着脸把他赶走，回头看小奶狗，连连摆手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戒了。小奶狗很失望，眼里染上一层失意。姐姐，你不要我了？这声姐姐直接把我送上天。我心善，拒绝不了别人对我释放的善意，索性今晚不知道要陪着江雪到多晚，一个人待着也是无聊。于是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，姐姐怎么会不要你？结果我屁股还没坐热，江雪就被前来堵人的男神扛在肩上，直接带走，留下我和数十个男模面面相觑。这么多，我一个人也吃不下呀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嗨嗨，散了吧。身旁的小奶狗扯了扯我的衣袖，姐姐，我没地方去，你陪陪我可以吗？这么点要求，真的很难拒绝。结果我还没答复，抬眼就看见脸黑成炭的傅燕闯了进来，
将近1米9的个子，穿一身黑从人群里穿梭而来，压迫感十足。傅燕停在我身前，微眯着眼，视线在我和小奶狗身上来回打量。这就是你说的生死攸关的大事？偏巧小奶狗好死不死地问了一句：“姐姐，他是谁？”完了，傅燕的眉头皱得更深了。沈晴，你告诉他我是谁。等会，场面有点乱，让我好好捋捋。我感觉傅燕搞错重点了。你不觉得他跟你长得很像吗？普通人要是骤然看见一张跟自己一模一样的脸，早就惊讶了。然而傅燕只是淡淡的扫了小奶狗一眼，脸上的表情波澜不惊，没感觉，明明就很像。我小声嘟囔着，也不知道哪里戳中了傅燕，惹得她嘴角都勾了起来。所以你是因为他长得像我才选他的？怎么越来越乱了？我刚要解释，身旁的小奶狗颤着嗓子问：“姐姐，你刚刚说只要我是把我当替身吗？你说只要他？”室内的空气骤然下降了好几度，我情不自禁打了个寒战。为了不让场面继续混乱下去，我只好先把傅燕哄出去。你先出去等我，我很快就来。你为了他赶我走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身旁的小奶狗乖巧垂着眼眸，却好像得意地翘起一条粉红色的尾巴。不是的，我想跟他谈谈。傅燕走后，我冷声问小奶狗：“你们长得很像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”小奶狗倔强地板着脸，眼神从我脸上移开，还不由自主地摸了摸鼻子。明明就不像。好吧，那我回家了。本来还指望听见什么惊天秘闻，现在看来没戏。我转身要走，小奶狗慌忙扯住我的衣袖：“姐姐，我没地方去，你能不能带我回家？”眼眶微红，好像已经被我抛弃了。我没忍住，答应了他。等我跟小奶狗一块坐上车时，傅燕都快疯了。你确定要带他回去？求你了，傅燕，他无家可归，我不能把人扔在大街上。我如果不答应呢？他长着跟你一模一样的脸，万一做出什么事来，损害的可是你的利益。所以你这么做都是因为我。傅燕的脸色多云转晴，故意伸手揽住我的腰，挑衅地看向小奶狗。另一边，小奶狗的脸上苍白到了极点。回到家，我将小奶狗安顿在客房里，径直钻进傅燕房间。饲养箱里空空如也。小粉蛇呢？傅燕答非所问。你心里只有他？我白了他一眼。他是我的宠物，我当然会关心他。不知道。傅燕恨恨地吐出3个字。哦，大概跑出去玩了吧。别墅这么大，傅燕又没锁饲养箱，小粉蛇溜出去玩很正常。倒是傅燕今晚特别奇怪，话很多，心情也莫名烦躁，与她往日的高冷模样大相径庭。我打了个哈欠，跟傅燕道了声晚安，就要回房睡觉。傅燕伸手拉住我，眼里满是希冀。主人，你陪陪我好不好？乖，我累了。觉醒来，傅燕早就出门了。我从书房里退出来，脚边踢到一块异物，是那本日记本。我捡起日记本，翻开至最新那页，上面写了一行字：无论发生什么，主人都会带我回家，我赢了。作为奖励，我想要把战利品锁在家里，独自占有它。落款日期正是昨晚。我盯着小奶狗看了许久，它被我看得不自然，心虚的晃了晃眼神。姐姐，我的脸上有什么吗？我开门见山。你是小粉蛇吧？姐姐，你都知道了？早就知道了。准确来说，昨晚就发现了。傅燕那么偏执又孤僻的人，怎么可能允许陌生人住她家？长得一样也不行。或者说，从傅燕送我小粉蛇那天，我就觉察到不对劲。傅燕做事滴水不漏，她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冷冰冰的东西，却还要送我一条蛇，除非想要捉弄我。可她没这么无聊。答案呼之欲出，再看不出来，我不就成傻子了？是他俩昨晚一直沉迷雄竞，才没发现自己的言行举止有多离谱。我继续追问，傅燕哪去了？小粉蛇微微勾唇，语气尽是得意。他是我的手下败将，现在应该争夺起来，黯然神伤吧？我觉得无语。你俩分明是一个人，有什么可争的？小粉蛇激动地抗议。他被姐姐抛弃了2次，我可没有。2次？取消婚约那次也算吗？可那明明是傅燕先对我没感觉，我才生气取消婚约的。像是要解答我心里的疑惑，小粉蛇继续得意洋洋地说道：他被姐姐甩了，什么都不敢做，只会让我留在姐姐身边守护姐姐，真是胆小鬼。可你不就是他吗？小粉蛇气鼓鼓的，脸都涨红了。再说一次，我不是他。这么说也对，傅燕跟小粉蛇性格完全不一样，就好像一个人身上有2种截然相反的人格，只是这2种人格能够同时出现在我眼前，并且都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。他喜欢姐姐，却惹得姐姐讨厌，哪像我只会哄姐姐开心。我什么时候说讨厌他了？等等，好像真的有这么回事。7岁那年，2家长辈带我们去庄园里度假，我贪玩，偷偷带着宠物小白兔爬到山坡上玩，结果没看住，小白兔逃了。在找到时，它已经被蛇咬死，那条可怕的蛇还想来咬我，我崩溃大哭。傅燕及时赶到，把蛇赶走，我才没受伤。她手足无措地想要安慰我，手掌刚贴在我的背上，就被我尖叫的避开。好凉，我更崩溃了。我讨厌蛇，也讨厌傅燕。记忆里，在那之后，傅燕再也没敢主动触碰我。我哭到筋疲力尽，下不了山，手机也没电了，我只能坐在石头上哭。傅燕叹了口气，把身上的风衣外套拉紧，然后背对着我蹲下。上来。我愣住了。傅燕最讨厌与别人有身体接触，虽然对她好奇，我却从来不敢主动触碰她。傅燕叹了口气，哭傻了吗？再不上来，天黑了蛇更多。我吓坏了，手忙脚乱爬到她背上。走到半路，傅燕的衣服被汗水浸湿，她也不敢脱掉外套，露出穿在里面的短袖 T 恤。一路上我都在抽抽搭搭。父亲一直小声跟我絮叨，其实不是所有的蛇都会吃小白兔，有些蛇也很可爱，可能就是有点凉，但是它会把自己捂热再碰你。我哭到没力气，逐渐陷入梦里，迷迷糊糊之中还在低喃，我最讨厌蛇。回来后，傅燕对我比往日更加冷漠，要不是这样，我也不会一气之下非取消婚约不可。可那条记忆中的山路和傅燕宽阔的背深深刻在我的心里，挥之不去。记忆中的傅燕与眼前的人重合在一起，鼻尖混合着熟悉的香气，令我恍惚。姐姐，你忘了我正在发情期。冰凉的手掌捉住我的手，往微湿的腹肌上游离。小粉蛇刚洗过澡，身上弥漫着与傅燕一模一样的沐浴露香味。
我沉迷其中，手指轻触过的地方惹起一阵轻颤，粉白色的皮肤逐渐变成深粉色，指尖触到腰间的黑色缎带上。为什么系这个？小粉蛇垂眸看我，语调已染上沙哑的气息。这是姐姐亲手系的，姐姐自己拆开。之前我确实心血来潮，在小粉蛇的肚子上绑了一条黑色缎带，现在粉白色与黑色交相辉映，更添几分趣味。食指屈起，挑起缎带的一头，轻轻一拉，带子应声而落。再往下是随手系上的浴巾，我勾着手指在浴巾上来回圈寻。小粉蛇闷哼一声，脸红到耳根，浑身的肌肤染上暧昧的颜色。姐姐，紧接着我单手把小粉蛇推到床上，顺势坐上去，俯身居高临下的看着她。小粉蛇的瞳孔因为极度兴奋已经变成尖利状，可我分明瞧见那张单纯的脸庞后面是得逞的笑容，太过分了。我扯过被子，把小粉蛇包得严严实实，只让它露出一个毛茸茸的脑袋，尖瞳立刻恢复神智，变成正常模样。俊脸紧绷着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姐姐，你该不会以为这样就能捆住我吧？这我倒没想过。我摸出在书房里找到的锁链和皮鞭，把小粉蛇的脖子锁住，然后翻身下床，冷冷地审视小粉蛇，卷起小皮鞭，在她的俊脸上摩擦。你跟傅燕共感对吧？你刚刚勾着我做的事情，傅燕都感受到了，所以你那么得意，觉得自己赢了。小粉蛇停止控诉，乖乖地垂下眸子，一副惹人怜爱的模样。不过我不会再上当了。另外，你们互相能知道对方的心声对吧？我现在跟你说的话，傅燕一定会听见，我才不会让手下败将听见心声。算了，我有的是法子让他知道。我拍了拍小粉蛇的脸蛋，相信无论傅燕躲在哪里，现在也能感受到了。宝宝，记住，你也没赢，因为你跟傅燕一样都被我抛弃了。傅燕跟小粉蛇联手起来耍我，我绝对不会轻易原谅他们。我回家收拾行李，坐上最快一班去瑞士的飞机。出发前，我还抽空发了个声明，沈家大小姐沈晴单方面宣布与傅燕退婚。我刚下飞机，手机按住开关键，直接被密密麻麻的未接来电和信息震到低电警告，全都是傅家长辈和江雪的信息，没有傅燕的。傅爸，小晴，阿燕是不是欺负你了？伯父好好教训她。傅妈，晴晶，伯母这就把阿燕赶出家门，认你做干女儿。江雪，宝贝，男人那么多，别在一棵树上吊死，别忘了，咱们可是富婆，想要什么男人没有？我正想回复江雪的信息，结果刚打3个字，手机就没电关机了。算了，到酒店再说。我随手拦下一辆车，看也没看，就了上去。等我发觉汽车里弥漫着熟悉的气味时，想跑已经来不及。司机手腕上的小粉蛇吐着信子朝我游来，逐渐缠上我的脖子，我两眼一黑，晕了过去。醒来时，天已经黑了。不对，是我的眼睛被人蒙住了，双手分别被冰凉的手掌擒住，引导着我的动作。指尖触过一片冰凉发硬的地带，我颤抖着手指被人控制着在一块块鼓包上跳跃。同一道声音在我耳畔响起：主人，分得清我们吗？姐姐，猜错了，会受到惩罚哦。左边被人咬了一口，我痛呼出声。傅燕，很疼。沙哑隐忍的嗓音从左耳传入耳膜。主人，你猜错了。右耳响起温和的低笑声。姐姐，猜错了，要惩罚2次哦。我吓坏了，尖叫着想逃跑，双手被禁锢着，使不上力气。黑暗中，我浑身的感官被无限放大。傅燕，你疯了，你们是2个人。姐姐，你不是说我们是1个人吗？主人，战利品要2个人分享才有意思。全文完。